在节目开始之前啊，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最喜欢的产品经理是谁？为什么喜欢他们呢？大家可以把名字发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啊，等节目结束之后，你再来看看他们的表现是否合格。我们的咨询业务里面啊，厂商的老板都会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的产品经理该如何经营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呢？在老板们看来，产品经理一方面了解产品，与用户保持沟通，社交媒体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了。不光能维持一个亲民的品牌印象，还能搜集反馈，一举多得了。那我们的回答也很简单：那把号删了。我知道你很想经营，但你先别经营。这个时候老板往往会追加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呢？而我们的回答就更简单：你没这个能力，知道吗？或许你也和这些老板一样，觉得我们总不能啥也不说吧，我们总不能让别人指着鼻子说我们高冷吧，并且你看人家谁都能搞，那为啥我们不能呢？若兰，你必须好好给我解释解释。那好，欢迎收看我们全新的调研节目，我是若兰大魔王。我先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我们有一个价格预期监控小组，他们的工作就是在厂商为新产品预热的时候，调研用户对于预热的产品的售价预期是多少。而在一款影像旗舰预热的时候，我们发现用户突然对它的售价预期开始下跌，甚至跌到了终端机型的价位。然后我们开始反推，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预期下跌的这么厉害？然后我们一看，原来是这款产品的产品经理分享了自己旅游时骑共享单车的照片，配文大意是旅游也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并且暗示了新产品的一些信息。我们也是发现，从这个时间点之后，用户对于预售价的预期就开始下降。那我们也好奇啊，为什么用户看到了这些就调低了对这款旗舰产品的售价预期呢？那用户的回答很真实啊，这个产品经理一看就不懂生活，居然去什么地方旅游的时候还省钱骑共享单车。我们第一时间将这个信息反馈给厂商，并提醒他们，如果不控制产品经理分享的内容，用户预期售价还会有波动。那厂商和屏幕前的诸位想的一样，看你这个信息保真吗？那用户还能因为这点事儿就嫌我们贵吗？那用户也不是傻子，不看参数，不看保分，不看设计，不看用料嘛。而事情的结果是，这款产品发布之后，厂商拿数据给我们看，你看看，我们的用户都觉得真香。我们也一度怀疑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但是在产品开售之后，销量是不如预期的。那我们的调研也发现，阻碍用户购买的关键因素就是价格，而我们也向厂商建议，可以在之后的促销节优惠的基础上，再减99%，那效果当然是立竿见影的好了，甚至会被人反复拿出来说真香啊！但这种好是牺牲了最黄金的产品周期换来了。或许你仍旧会疑惑，难道真的产品经理一发博，用户就会发酵吗？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组数据，子品牌 A 和子品牌 B 两家产品经理几乎是微博流量的大客户，每当他们吵架的时候，用户关注度是最高的。但我们调研发现啊，用户在看完乐子之后，接着会打开的软件是什么呢？抖音和 B 站。也就是说，用户在看完你们吵架之后，买 A 还是买 B 之间，他选择了还是他们去视频平台继续看乐子了。那对于销量的帮助几乎是负的。与此同时啊，汽车品牌 C 他们的产品负责人在微博上分享了关于 NVH 的内容。从内容形式上来看，文字多且逻辑并不是新媒体的那种先用噱头吸引你，然后输出暴论，最后引导情绪的套路。就像领导述说自己对于技术选择的看法，那我们线下监控进店量的同事就会发现，在一线城市的进店量它就是会有所增加。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还发现在线下店销售在和用户介绍产品时，就会展示这条微博，利用这条微博的信息来向用户推荐产品。往往这种行为对于订单量转化的提升是巨大的。那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产品经理分享的内容目的是什么？显然子品牌 A 和 B 的产品经理的目的是让自己的产品在对比中脱颖而出，汽车品牌 C 的产品负责人的目的也是让用户更加了解自己的产品。那看上去是一样的，但在用户看来不是的。那可能这几位产品经理在写报告里面会把我们上面这些目的都写进去，但是在用户看来，你的目的就是在吵架。那分享的目的在这一刻发生了质变，用户看内容的心态自然而然也就会发生改变，这种是比较明显的。还有一种是不怎么明显，但影响却比上面这些行为更负面的，那就是产品经理分享与工作无关的信息。那如果说吵架还是围绕产品来，还属于产品经理的业务范围，可一旦脱离这个范围，我们在所有的产品经理中几乎没有见过不失控的。
那在我们的监控数据里面，如果产品经理分享产品相关的内容，微博互动量平均在15转发、41评论、100点赞这个范围，那分享生活相关的内容互动量就会高一些，尤其是转发，甚至可以到30这个数量级。那这是因为观众对于反差形象的猎奇心态作祟，窥探工作之外的生活，那确实是有一定吸引力的。但高关注度的潜在威胁是，你所分享的是自己的生活，用户会认为这是某厂员工分享自己的生活，你会觉得与工作无关呀，而用户却不这么觉得。一旦你分享任何与用户价值观或者主流价值观不符的内容，就会导致品牌受损。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成为口碑逆转的导火索。那我们以实际品牌为例啊，爱酷、一加与 Redmi 3家品牌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非常依赖线上的声音。用户在购买前会参考线上的观点，会去看 KOL 发布的评测视频。那我们以3个品牌产品发布发售时，产品经理发布的内容与线下进店量进行交叉对比，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的非常大的关联。那这3家谁从中获利最多呢？是爱酷。原因也很简单，爱酷的产品经理所发布的内容频次低，还单一，互动也不高，也不参与论战，但也因为这一点，用户反而会选择亲自去线下店体验一下。那谁的损失最大呢？是 Redmi。无论是参与度、声量还是频次， Redmi 产品经理的内容都是遥遥领先于其他2位的。但我们也看到，每当他们发布内容之后，用户进店量反而会出现下跌，并且在线上随机调研中也会出现品牌印象低于预期的情况。那换句话说，看上去用户互动量大大增加，但实际上看热闹的还是居多。真实用户在这种争吵中会对品牌产生疏离感，甚至会增加购买负担。一加同样是这种方式的受害者，但一加的问题不仅仅出现在这里而是他们主要用户基本盘出现了动摇。那这个我们之后会详细说，这里就不赘述了。如果我们将视线放大，看一下几位主品牌产品经理都会发些什么呢？我们将他们的内容搜集起来，向320位用户展示，然后向他们询问几个问题：你印象中谁的分享最有价值？你从他们的分享中得到了哪些信息？你认为他们分享更像你身边的哪位家人？如果选一位作为你的朋友，你会选择谁？与子品牌爱酷不同vivo 产品经理与用户之间的沟通相当频繁，但效果如何呢？认为 vivo 产品经理分享有价值的仅有 11%。从 vivo 产品经理分享中，有 32% 的用户了解到和影像相关的信息，有 21% 用户了解到与充电相关的信息，仅有 2% 的用户了解到了关于 vivo 品牌的相关信息，有 37% 的用户觉得这些产品经理分享内容方式很像家庭群里的长辈，有 18% 的用户会觉得他们不像家人，反而更像自己的领导，有3位用户还特别强调特别像市企业单位的领导，有 17% 的用户觉得产品经理像身边刚毕业的弟弟妹妹。我们询问的其中一位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呢？他说感觉 vivo 的产品经理是在完成领导布置的任务，内容没有什么感情。在最后一个问题里愿意和 vivo 产品经理做朋友的只有19位，其中有1位还别有目的，是那种想给他寄刀片插他2肋的那种朋友。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其实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vivo 的产品经理的分享对于用户来说都是比较低认知，同时又没有什么积极反馈的那种，整体来看是需要大范围调整的。小米的产品经理呢，说实话，由于雷军的存在有点开外挂的嫌疑了。比如第一个问题，有 11% 的用户觉得雷军分享的内容最有价值，但这个前提是我们没有把雷军的内容放在我们调研里面，他们还是填了其他，写上了雷军，那可见雷总的影响力有多大。但是第二个问题，小米手机却遭遇了滑铁卢，很多用户放弃了这一问题，弃填率达到了 55%。 那剩下的用户也基本是了解到一些售价调整产品信息工作日常等等内容。那接下来就有意思了，有 63% 的用户在看完小米产品经理的内容之后，觉得他们更像自己身边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主打一个年轻有活力，他们也更愿意看到这些兄弟姐妹发的内容，互动量也会高。那最后一个问题，愿意和小米产品经理做朋友的有166个人，甚至还有朋友点名道姓的要和老魏做朋友。那这位朋友，我觉得你想和人家做朋友的目的不单纯呀。那通过这些数据，我们也能看出来，小米产品经理的分享属于高认知度的范围，但反馈嘛，不那么积极，也没有那么消极，有点雷声大雨点小的意思。但我们要多说一句在我们针对小米整个品牌的调研中，小米的社交媒体反馈属于高认知且用户反馈很积极的范围。那不光是雷军那令所有老板都羡慕的影响力，那在我们的调研中，我们也看到 CMO 徐斐的身影。那许多用户对于他的分享是超出预期的，
甚至会扭转对小米品牌性价比、低端山寨的认知，对于小米整个高端化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部分内容我们会在小米调研视频里面详细和大家说。OPPO 的产品经理就相对复杂一点了，一方面是他们开设社交媒体账号是最多的，另一方面分享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甚至有些账号是有非常明确的运营目的的。按理说成绩应该很好才对，但实际上按照这个投入来说，收效甚微。认为他们分享有价值的用户比例是最高的，达到了41%，并且得到的信息分布也是最广的，有说影像的，有说充电的，有说设计的，有说屏幕的，有说系统的，基本上涵盖了一部手机的大部分内容。有多少用户觉得 OPPO 产品经理更像家人呢？3%，10个人。那这个数字也让我们蛮震撼的。我们也询问了一些跳过这个问题或者没有选择填家人的用户，他们的答案是 OPPO 的产品经理感觉更像同事或者老师。而最后一道题，在看完 OPPO 产品经理分享的内容之后，仅有11位用户愿意和 OPPO 的产品经理做朋友，而这11位用户的年龄也基本都在20岁左右。这也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用户对于 OPPO 的分享认知度是高的，用户也认可他们的内容，但在此之后，用户的反馈却是不愿意和他们做朋友，疏离感很重的消极态度。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产品经理的目的之一刻意营造的，但在我们看来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那不如交给官微来解决。在这次调研结束之后，我们又追加了2个问题：在什么时候你会想和这些产品经理交流？抛开你现在用的设备，你觉得和哪家产品经理沟通会解决你的问题呢？有59%的用户选择了在产品遇到问题时会主动和他们交流，有11%的用户选择拍好照片之后会主动和他们交流，有17%的用户觉得跟小米产品经理反馈是有用的，有11%的用户觉得 vivo 可以，仅有4%的用户觉得 OPPO 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剩下68%的用户则谁都没选。而这些数据也是我们会问厂商老板的问题，这些数据是你让产品经理开设社交账号的目的吗？没有老板说是。那么好，如果不是，那目的是什么呢？在我们看来，老板或者说这些产品经理的出发点肯定都是好的，只是执行起来只有一点他们没有弄明白，我与用户建立沟通的目的是什么？是让大家知道这家公司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对于一些产品经理来说，他们面对负面评论会下意识的辩解，在用户看来，这就是不愿意处理批评投诉的态度，也是不愿意听取用户意见、自我保护意识过强的表现。一些产品经理面对用户评论反馈会过于积极，会拿着用户的反馈直接立项某个项目，推进项目进度，甚至会用这些反馈证明自己的工作和观点的正确性。那这些用户反馈一旦不能形成可供其他同事团队学习成长的养分，就没有办法让内部达成共识，形成一致的决策，也只能给出个人意识强烈的做法。那失去团队配合，最终导致这个品牌看上去就像毫无章法、毫无说服力的品牌一样，让用户觉得产品经理仅仅为小部分用户做出了决策，没有顾全大局。那这个时候想以一己之力完成工作的傲慢，面对批评自我保护意识过强、不合群、时间管理不当等等负面标签，就会从产品经理的身上蔓延到整个品牌。那这些行为也称不上以用户为中心。那真正的以用户为中心，首先要做到的，也是产品经理开设社媒账号的目的，取得第一手用户资料，告诉用户这些资料是我们改进产品和服务的驱动力，而不是和用户讨论、争论某种产品技术的正确与否。他们的目的应该和品牌价值观、愿景或者说是目的保持高度一致。在想了解用户信息时，要时刻保持谦卑，而非傲慢或者是舔狗一般的自降身价。那告诉用户了解信息的目的，用开放式的问题询问这个问题给他们带来的困扰，而不要着急一上来就想知道产品哪出了问题，先消除用户的负面情绪，再谈后面的事情。那最后要时刻牢记，你并不是以个人身份与用户交流的，分享信息，用户永远记得你代表了谁，你的一言一行都在为这个品牌以及购买品牌产品的用户服务，个人情绪、兴趣都应该以品牌和用户为中心，不要因为用户的不满、投诉甚至诋毁而去维护品牌，这不是你的工作。也不要因为用户的赞美而沾沾自喜，你要知道用户赞美的原因，将他们的感受分享给团队，使其制度化，同时着眼竞争对手是否有同样的制度政策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呢？他们好在哪里？我们可以改进的点在哪里？与其他用户分享这份赞美，
以及哪些你们所坚持的价值观、所付出的努力得到了这些赞美呢？使其变成引以为傲的点，增强品牌的忠诚度。看到这里，你是否会有疑问？这些不是公关团队需要做的吗？恭喜你，你的这个回答和厂商的老板是一样的，说明你也可以当老板了。确实咱们产品经理最大的问题是在于和公关团队意见不统一，是团队之间的矛盾吗？不是，一般来说是他们没有一个来自高管团队的约束，这份约束就是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例如iQOO为什么很少参与骂战，就是他们的本分文化起到的作用。高管对于这一企业文化的坚持，让公关团队也好干活。你这条不能发不本分了。我们在组织制度化上确实有很多需要向成绩好的公司学习的地方，机会点可以说浑身上下都是。你如果想要做高端，管住嘴，与用户保持恰当微妙的距离是刻不容缓的。在流量至上的年代，很多厂商都会问我们，你看看人家雷军，你看看人家理想，看看人家余承东，我们也想有这样的泼天流量。首先我们把平台推流和资源倾斜放在一边，单说这几位的背景，除了创始人，就是和品牌摸爬滚打一路走过来的功臣。他们对于品牌的理解，对于品牌的规划，对于当下的状况是远高于所在中层的产品经理的，所以他们分享的内容可解读的价值也是远高于产品经理的。无论是垂直媒体还是 KOL 都会愿意解读传播。与此同时如果你打开雷军的微博，就会发现他的内容都非常有亲和力，他很少使用生涩冷僻的词汇，都是愉快积极乐观的内容，而内容呈现方式也极为简单，基本遵循了我看到了什么，我想到了什么，以及我做了什么的逻辑，简单易懂，易于传播。在一些商业信息上，雷军也会在关键内容结束之后，用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引发大家讨论互动。无论是从一个管理者，还是从一个媒体人，亦或是一个产品经理的角度，雷军确实值得很多产品经理学习。如果产品经理想得到和雷军一样的流量，就要遵循以下几点：第一，尽量避免用生硬的数据介绍产品或功能，而是要先思考产品和功能该如何在用户的工作、生活一路中发挥作用。第二，不要自我感动，要以团队的角度来告诉用户你们所关注到的每一个产品的细节、设计或者用料，不断强调你们的出发点是为了用户体验，而非我看到了某某说了某某，所以我做了某些事情。第三，避免在未经讨论的前提下使用和参与网络热梗，它对让用户了解你们在做什么毫无帮助。第四，尽量避免将自己的生活带入到工作账号中，与上一条一样，它对让用户了解你们在做什么毫无帮助，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哪一个行为会让用户大发雷霆。第五，如果非要分享自己的生活和所见所闻，那就要分享这个观点、这个人或者这个事物的优点、缺点和不足的想法。但我们还是建议不要将自己的生活带入到工作账号中，你很有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不谨慎、过于诚实，而让自己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遭受舆论的审视和批评。第六，不要试图打造一个坦率的人设，说什么都可以分享我就是来听你们骂我的屁话。过分的坦率，同时又对产品设计、生产、上线周期没有话语权的前提下，你这个行为只会让用户感到厌烦。第七，要时刻谨记，既然分享，就要思考好与别人分享内容会带来哪些好处，有什么价值。如果没有，手头的工作才是你的当务之急。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所有的内容。不知道你在看过这些视频之后，是否还会喜欢你所说的产品经理呢？你觉得他们的工作是否合格呢？你是不是也认为闭嘴其实会更好呢？你可以把你的答案分享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同时也非常希望得到你的3连。这就是本期视频所有的内容，我是有代，下期视频见。